今天我们继续来玩522Toys 出品的《忍者神龟》的后两名成员莱昂纳多和多纳泰罗。其实这两个名字上边还是有一些纠结的地方的。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版本吧，这个紫色的拿棍子的这个小龟啊，我记得应该是翻译的叫爱因斯坦，当时就很纳闷啊。当然小时候会不懂啊，是后来就慢慢的研究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发现啊，其实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艺术家们。莱昂纳多说白了就是达芬奇，莱昂纳多达芬奇啊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艺术家，因为我觉得达芬奇应该是属于一种全能型的人才吧。我记得老高对他有过一个评价吧，说特斯拉是最接近神的男人，而达芬奇他就是神。而且很多人都怀疑达芬奇是20世纪或者说21世纪甚至以后再穿越回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吧，因为当时留下来了很多的手稿嘛，甚至说他所有的手稿其实都是镜像的，因为你要倒过来观看。他是一个左撇子，所以可能是因为他的书写习惯吧，或者是因为保密啊，不想让别人看懂他的手稿，所以他都是用左手写字，然后写出来的字都是倒着的。你看他的东西，你得倒翻过来看，或者说你对着镜子，从镜子里边看，才能看懂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啊。而且达芬奇无论是在绘画啦、设计啦，还有军事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建筑业啦、制造业了、解剖学、医学这些东西上面，他都有很高的建树。他不是懂，而是说每一行都很精通，所以说他是一全能型的人才。所以呢，忍者神龟里边把老大命名为莱昂纳多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因为确实人家是这号的。甚至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会去抢这个老大，我记得应该是玩3代吧，这个老大的必杀技特好用啊，原地唰唰唰唰唰龙卷风的那种，而全身无敌。反正小时候小伙伴们都会抢这个。而老四呢，多纳泰罗当时为什么翻译成爱因斯坦呢？就很纳闷啊，可能是中文翻译的一些问题吧。多纳泰罗呢，应该也是一艺术家嘛，伟大的雕塑家。但是爱因斯坦把一科学家和3个艺术家混在一起，就很不搭。所以可能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啊，在后来的译制版本里边呢，又回归了多纳泰罗的这个名字，好吧？我们题外话扯远了，也是当时的忍者神龟还遗留了一个问题啊，老2和老3到底谁先谁后？也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2个一直有争议吧？可能现在喜欢忍者神龟、喜欢这个坑里边的人嘛，也在争这个老2、老3到底是谁。那不管这么多了，我们来看玩具。可以说522Toys 在忍者神龟的设计上面还是很大胆的，它不光是一个双变的形态，它变成了一个小匣子，它还可以有第3变，2个神龟可以组合起来变成它的神龟车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就是我个人比较遗憾的地方了。我当时还在想，会不会老2、老3拼起来是神龟车，老大和老4拼起来是他那神龟飞艇呢？但是可能想多了吧，因为这4个基本上都是同模具啊，所以它拼完了以后是2套的神龟车。但是好在呢，无论是哪一个神龟，他们的武器都是可以完全收纳在这个匣子形态下，甚至说他们合体起来的这个神龟车形态下的，也是不用拆卸的啊，完全可以。神龟车嘛，这些东西因为在前一个系列里边我们就已经看过了，所以细致的部分不用讲了，我们直接来把它变成匣子。也是和之前一样，我们要把这些扣子都拆开。拆开以后，扣子回归，把它放到原先有的这4个孔上，定个位。车前头的这一节，当然你用哪一节变都可以啊。车前头的这一节，把轮子收起来啊。我变车的时候，我忘了把这个小倒车镜翻出来了。其实它里边是有设计一个倒车镜的。在这还有涂装啊，这个遗漏，呸！你们又可以推起来了，好吧，我们就把它收回去吧，因为在上一款其实我们已经也看过了嘛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前保险杠给它打开，下边的卡扣拆开，然后再通过这个缺口往回折，放进去。
下方这里的卡扣钉上。好了，这就是老大的匣子。老四的匣子呢，变形就不太一样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。我们需要把这个裤带这个地方先拆开，然后往下折轮子，折一个90度下来，再缩回去，然后再把这一块往回扣。下边的小卡孔啊，这个缺口的位置一定要找准。好了，来看两个匣子，尤其主要是看一下它搭载武器的方式吧，因为变形都是头目嘛。棍子拆开成3节啊，左右这里是黄色的部分，下方白色的部分横在这两个中间，这两个中间左右都是有卡扣的，可以把它夹在这里，插的还很紧，夹在了2个脚趾头的中间啊。而老大的刀呢，拆成了4个部件，刀刃的部分对折放在后背这个卡扣上，刀柄的部分斜着跟这么插进去，也是插在了那个棍子原先搭载的地方吧。因为你看老2和老3，其实它运用的是这个角度上下的卡孔来放它的叉子啦，还有双截棍啦这些东西啊。所以呢，每一个神龟搭载武器的方式也不一样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们来把老大变个形，首先把它的刀刃卸下来，刀柄的部分这里还是个维度咬合，因为看下方这里有一个凸起物，你横着把这一节插进去以后，下方这个凸起刚刚好卡在这个洞里，然后我们刀刃展开插上，注意一下方向吧。刀刃这里有一个缺口啊，下方这里的棍子要插进去，哎，它还不能左右互换，有一个防呆的孔。好，2个大板刀。接着我们继续来变，首先把这2片翻过来，卡扣卡住，左右都是有卡扣的，从这里拆开，这个卡扣从这面扣上。然后我们把腰带，这个也不算腰带吧，腰带侧面这边。下方这里的卡扣也拉开，这下方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拉松它，解开一定的空间。接着我们把它打横，从这里掏开这个卡扣，也是环环相扣的一个设计。扭过来，腿儿就直接展开放出来，下方这里旋转一下，摆到正确的角度上，然后这里往回缩，缩回去以后，这条腿就卡住了，小腿的部分卡住了。然后把脚踝这里脚趾头都变出来，接着我们就可以把下边的这块裙甲180度旋转，翻过来，我们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把这一块打开，往里缩，缩进去以后，再把上方这里的一个盖板掀开，掀开到这个程度啊，我们就可以把后边的盖子、龟壳全部的解松掉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倒腾这个脖子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角度啊。先把脑袋后方这里的一个卡扣拆开，然后连接着中间的一些连接位点打开，下方这里这个板子打横，然后前边的卡孔定。哎，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先挪开啊，4个连接器打成横向的，然后把这块的卡扣扣上。把这里立起来，接着翻到这边，180度翻折，把这里边全部填满，也就是说4个连接器最后填满立起来，它肚子就不空了，把这块全部遮挡住。好，这块的准备工作我们先放在这儿。哎，还有一点点，把这个乌龟壳后边这里拉长，胳膊打开的时候注意啊，它手背儿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一个卡扣的连接。打开以后，腾开空间，我们把胸肌这里缩一下，缩的时候注意一下这2个倒车镜的位置，打开它，然后把这块板子中间给胸部加宽的位置再翻折到这一面来，然后胳膊展开即可，拳头
展出来，滑道再滑进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堆叠，把它团起来。团起来以后，注意一下这2个板子上边的卡扣对准，锁上。胸肌盖起来，脑袋拧个180度，最后腰带转过来，侧面这里卡扣结合插上这里的卡口，然后是这个设计上边我觉得很点睛的一个地方，这个飘带感，从这里的两边抠开，这儿有个球冠，你把它旋转一下，让这个飘带成一个很自然的姿势飘起来。插上武器以后，一只乌龟就变完了。莱昂纳多的变形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好了，把乌龟全部变成人形以后，我们顺便把之前的那2款也拿出来放在一起对比一下。其实来说，虽然4套模具基本上是差不多了，除了武器的部分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4只乌龟是有4个不同的颜色，而且4个人的表情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这个多纳泰罗的这大小眼啊，挤过这一个眼睛，而且多纳泰罗的这个配色我觉得更舒服一些吧，黄绿的这个龟皮啊，这2个一个是浅绿色，一个深绿色，老大的这个呢是介于他们俩的之间吧，所以给人的感觉这4个乌龟虽然看起来长得一样，但是除了颜色的区分外，还有在一些表情的刻画上面，能让你感觉到4只乌龟有不同的性格，而且它们每一个家伙是不同的人物吧。不仅体现在了肚脐上边的名字刻画，而且每个人的性格描写也是很带味道的那种啊。老大就是一本正经的，而在这老2、老3咱就不说了啊。拉斐尔呢，这属于那种热血小青年，而且就是一言不合跟你拼命的啊。血罐头不是，就是眼仁都白了吧。老3呢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小天真的那么一个性格啊，眼睛大萌萌的，而且咧嘴笑，是一个很顽皮很调皮的角色。而多纳泰罗呢就是属于那种有点搞怪吧，而且大小眼的，会做出来一些很夸张的表情，所以这4个乌龟的描写刻画也是非常有味道的。当然我们还是摆出来小时候玩这游戏最喜欢的4个必杀技，无敌，得这么转啊！他得这么转。我刀呢？对，他的必杀得这么转啊！唰。对，拉斐尔呢得这么转，哎，得这么转，唰。哎，他不是唰，他是叮叮那样的声音啊，叮特效。米开朗基罗呢是。就是我们小时候爱叫这个兔子登天啊，先把腿跟这么团起来，哎，蹲在地上，然后多纳泰罗呢就是旋风棍儿，这样，哎，就这样，有点孙悟空的意思啊，这样，哎，不是啪，对，最后还有往地上砸那一下，啪。所以呢，这4个小玩意儿变完了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其实，这个忍者神龟的题材呀，无论是游戏也好，动画也好，也算是承载了一代80后童年的一个记忆吧。可以说，小时候 FC 时代双人合作通关的游戏，好的还真是没几个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可能就是忍者神龟系列了。暑假约上同学，2个人一起配合闯关。当然，因为小时候玩的是盗版卡嘛，可能打到 Slider 的时候就死活过不去了。好像是我记得当时是防盗版的一种技术吧，你可以打到最终关的 BOSS， 但是你永远无法通关。当然，现在模拟器多了嘛，大家就可以实现到了通关了。但是小时候呢，没有通关那个忍者神龟，也是一直的遗憾吧。无奈呀，那时候零花钱也不多啊，大家都是换着卡带玩。到了暑假以后，你拿着你的卡带到我家，约上3、5知己，哎，谁死了
胶杆下台，咱们换下一个。就这个样子啊，暑假就是一遍又一遍的。玩 Twice 呢，终于也是把这4只小乌龟完全的凑齐出来。其实我也在想，现在毕竟52拿到了版权了嘛，它后边会不会出什么 Slider 啦、Longer 啦，还有老师了这些，包括鼠王。其实我小时候特喜欢鼠王那个 BOSS 啊。反派里边的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，还有那个什么大嘴鳄鱼，还有那些大脚兵，其实我觉得也可以量产一下，我们做成小方匣子 ，Slider 指挥一大帮匣子，然后嘁哧咔嚓的一变一堆大脚兵，包括那个很大嘴的那个狗狗，那个小机器人啊，当然也是在游戏里边、动画里边登场角色很多的啊。如果说能把忍者神龟这些东西都变成匣子型万能匣系列，把它们一个一个实现出来，那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种童年的追忆吧。总的来说，变形设计非常有趣，而且人物刻画的造型方面也是足以见得52在这上面也下了一番心思的。就这一套，唯一可惜啊，没有在我印象当中实现出来神龟飞艇。唯一一点点小遗憾吧。那么这套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